俄罗斯近半国土变中国特区，普京这步棋暗含什么不为人的战略？俄罗斯是一个面积广袤的国家，总面积达到1709.82万平方公里，没想到他竟然将自己40%的国土专门划出一片只对中国开放的经济特区。要知道，俄罗斯40%的领土意味着约有696万平方公里，这个面积几乎相当于多个欧洲国家的总和。这块土地就是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这一区域的资源丰富，但是因位置偏远，气候严寒，基础设施落后，人口稀少，至今未能大力开采。中俄合作远超经济往来范畴，更涉及资源勘探、区域协同乃至全球战略布局。那俄罗斯为何会选择深化这种全面合作？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聚宝盆的荒芜。俄罗斯的战略重心长久以来偏于欧洲，导致其广袤的亚欧大陆领土发展极不均衡。远东地区占俄罗斯总面积的 42%， 面积达 694.29 万平方公里，北接北冰洋，东临太平洋，与中朝两国紧密相连，是俄罗斯通往亚洲市场的重要门户。远东不仅矿产资源丰饶，还拥有海参崴这样的天然良港，发展潜力巨大。但开发远东的难度实在是太高了。远东距离俄国的核心区域实在太远，且当地气候寒冷，导致人口又非常少，无法支撑起资源开发所需的人力。为此，沙皇俄国修建了贯通俄罗斯东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并鼓励移民。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萧条，对于远东的建设拨款还不到计划的 10%， 远东交通设施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严重制约了远东地区的发展。恶化的基础设施加上大批国企倒闭，于是大批俄罗斯族选择离开远东。为了维持经济的运行，远东地方政府与中国、韩国以及日本做起了边境贸易，但多年来的发展成效甚微。2. 俄罗斯为何将 40% 的国土划给中国投资？自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持续而严厉的经济制裁，欧洲市场对俄罗斯能源的需求急剧下降。俄罗斯曾主要将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至欧洲，然而这条路被堵死，经济压力日益加大。而远东地区作为俄罗斯最接近亚太的领土，自然成为其突破封锁的关键。俄罗斯总统在东方经济论坛上郑重宣布，远东将成为欧亚大陆合作的新引擎，并计划对贝亚铁路和西伯利亚大铁路进行现代化升级，以提升远东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但仅凭俄罗斯一己之力难以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在此背景下，寻求外部合作成为必然选择。在亚洲地区，日韩两国受制于美国印太战略，朝鲜则难以提供有效助力，因此中国就成为了俄罗斯最理想的合作伙伴。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拥有卓越实力，无论是公路、铁路还是港口、机场，均具备世界领先水平。2023年，俄罗斯正式宣布将远东地区 40% 的国土划为经济特区，仅对中国开放。3. 中俄远东大开发对我国有哪些利好？据权威数据披露，俄罗斯远东地区蕴藏着惊人的能源宝藏，石油储量高达190亿吨，天然气储量达17万亿立方米，煤炭储量也接近150亿吨。相比之下，我国目前探明的石油总储量仅为60亿吨，远东地区的石油储量竟是我国的3倍有余，而我国天然气储量也不过 12.4 万亿立方米。这些丰富的能源资源无疑将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资源后盾。另外，此地的黄金、银、铜、锡、钨以及金刚石的储量都占据俄罗斯总储量的 50% 以上。这么丰富的矿产资源，仅靠俄罗斯当前自身的实力是没有能力全面开发的，所以给我国采矿业提供了一展身手的机会。东三省作为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在国际贸易中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出海口稀缺。整个东三省乃至部分内蒙古地区仅有一个大连出海口，且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吉林、黑龙江两省难以有效利用。弗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法在2015年10月12日正式生效。弗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我们熟知的海参崴，这一自由港的设立期限为70年。和弗拉迪沃斯托克一起开放为自由港还有扎卢比诺港。扎卢比诺港距离珲春口岸71公里，也是一座常年不动港。借助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自由港地位，我国东北三省在通过海上运输货物时将大大节约运输成本并缩短运输时间。不过未来若经济特区得以成功设立，
一个更为便捷的港口或将应运而生，珲春出海口，亦称图们江出海口。它距离吉林省珲春边境仅15公里之遥。相较于以往北方城市出海口需绕行渤海湾的繁琐路径，若此处能建成口岸，我国将可直接从日本海扬帆出海，这无疑将极大促进东北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发展。中塔边境线为何是虚线？10万平方公里的帕米尔高原应该全部回归。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边境线在世界地图上大多都被用连续的实线清晰标注，但西部的中塔两国边界线上却有一条虚线。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塔吉克斯坦与帕米尔高原。位于中亚东南侧的塔吉克斯坦，它在中亚5个国家中面积是最小的，仅有 4.31 万平方公里。这个面积在我国中与辽宁省差不多一样大。它位于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这4个国家之间。境内的山地和高原约占国土面积的 93%， 其中约一半的海拔在3000米以上，有高山国之称。塔吉克斯坦与我国的新疆接壤，长达430千米边境线在2011年正式划定。在这之前，中塔两国之间存在着领土争议，其面积高达 2.8 万平方公里，主要集中在帕米尔高原之上。地处中亚东南部，中国的最西端，横跨塔吉克斯坦、中国和阿富汗。帕米尔高原地跨中国新疆西南部、塔吉克斯坦东南部、阿富汗东北部，是昆仑山、喀拉昆仑山、新都库什山和天山交汇的巨大山节，其面积可达10万平方公里。帕米尔高原山体高大，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主要山峰均在6000米以上。根据地形特点，帕米尔高原在萨列兹湖西北，被南北走向的科学院山分为东西两部分，其中靠近我国一侧的东帕米尔高原山体浑圆，地形较开阔坦荡，西帕米尔的地形相对高差大，以高山深谷为特征。帕米尔高原在历史上是属于我国领土的一部分，丝绸之路在汉代开始并且经过此地后，中原王朝的对外贸易往来也随之加强，国内外的商贾都沿着丝绸之路在地中海与中原土地上频繁往来。虽然帕米尔高原海拔很高，又是多山的地形，但河谷和通道密布，四通八达，所以它就成了东西方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地。2. 中塔之间的领土之争从何而来？帕米尔高原在清朝的全盛时期全部归属于我国，但是沙俄在19世纪开始侵略中亚地区，而我国外西北地区的领土也被他一步步侵蚀。左宗棠在1876年出征，并且收复了新疆，但是沙俄却趁机将伊犁占为己有。之后清朝就展开了与沙俄的谈判，并在1881年与沙俄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割让了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当时清政府不肯放弃帕米尔高原，争取后沙俄答应，除了被占领的帕米尔高原西南部地区，清朝仍然管辖着剩下的大部分领土。没想到沙俄在1884年又强迫清朝签订了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这条界约强行将清朝的界限从帕米尔高原北部的阿赖岭挪到了东北侧的乌兹别克山口，因此南部地区就形成了一个带翼的三角区。与此同时，南亚也正在被英国殖民者侵略，并且还在不断的往北推进。之后，英国与沙俄在帕米尔地区进行了碰面，但两国都不服软，并在此地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之后，两国为了自身利益，在清政府没有参与的情况下达成了协议，将帕米尔高原地区的大部分领土给瓜分了。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接管了帕米尔高原南侧的领土，而沙俄则是控制着北部，因此我国与周边国家都有领土上的争议。看到这里，大家也该知道，因为这块领土的不确定性，才导致边界线为虚线。俄国在1917年爆发革命，沙俄所掌控的领土都被苏俄继承了。苏联时期，帕米尔高原地区还成了他控制中亚与对外扩张的战略要地。苏联在1991年解体后，塔吉克斯坦也随之宣布独立，关于帕米尔高原上的领土争端也浮出了水面。作为苏联解体后继承其领土的塔吉克斯坦，就成了我们国家在帕米尔高原领土问题上新的谈判对象。中塔两国在1997年达成了初步的协议，中塔两国在领土问题上都同意和平解决，双方也在1999年正式签署了中塔国界协定，这就标志着中塔两国的边界划定工作正式开始。2000年，中塔吉三国共同签署了三国的交界点，三国直接的边界划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
塔吉克斯坦总统在2002年进行了访华，并与我国签署了一份补充协议，承诺将1000平方公里的领土归还我国。双方开始积极推进划界进程，并在2006年启动了边界勘定工作。中塔两国在2011年举行了新划定边界的交接仪式，这就标志着帕米尔高原上的领土争端基本都已解决。3. 帕米尔高原的重要性。目前地图上中塔的边界线依然为虚线，这就表明其实还有部分边界没有完全进行确认。因为帕米尔高原地形较为复杂，气候条件也较为恶劣，导致了部分地区精确的测量工作尚未完成，也没有完全将界碑设立。有人说帕米尔高原地区的平均海拔都在4500米，这里山脉连绵起伏，都不适合人类居住，拿回来也只是需要一块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镇守的地方。其实帕米尔高原最大的好处就是地势高，同时还是我国和中亚各国的分界线。只要帕米尔高原在我们手中，不管中亚各国走什么路线，都不会担心有危险。其次就是这里的资源相对丰富，拥有大量的金矿与油矿。由此可以看出，帕米尔高原同时拥有力量与财富，足以看出它的重要性。所以这块土地的收复意义重大。虽然我国现在完全有能力将全部的领土收回，但是为了维护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友好关系，我们不能强行收回。储量超 1.8 亿吨，我国东部地区新进展2个油田，未来油价会降吗？前几天，中国石化宣布旗下新兴秦同油田均为典型的陆相断岩盆地页岩油，新增探明地质储量为 1.8 亿吨。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我国为何不选择大量开采本国石油？在2023年，我国进口了高达 5.6 亿吨的石油，这一巨大数据足以显现出石油的不可或缺性，尤其是在2024年前10个月，我们国家就已经进口了 4.57 亿吨的石油。石油被形象地被称为现代工业的命脉，它对于国家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显而易见，我国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十分之高。不仅如此，其他国家也面临着相似的状况。据权威统计，我国进口的石油已占到了总需求的 77% 以上。我国主要的进口来源国包括俄罗斯、沙特、阿联酋、伊拉克等国家，以及非洲的某些地区。然而，尽管我国西北部的沙漠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我们为何不选择大量开采本国石油呢？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例，该地区地下埋藏着178亿吨的油气资源。理论上，如果能够成功开采，我们将无需依赖进口。然而，沙漠地区的石油开采难度极大，不仅要面对高温、高压等极端天气，还要承担巨大的成本压力。当前的技术水平仍需不断突破，才能实现大规模的开采。因此，我们仍在努力寻找更先进的开采技术，以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2. 我国油气资源储量丰富的地区。新疆塔里木盆地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宝库，不仅是我国最大的油气资源储备基地之一，更是天然气储备的巨擎。塔里木油田作为我国陆上油田的佼佼者，同时也是我国首个大型天然气田的发现地，其天然气储量高达8000亿立方米以上。除此之外，塔里木盆地蕴藏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未来的开发前景广阔。鄂尔多斯盆地同样是我国能源的璀璨明珠，既是煤炭资源的富集地，也是天然气资源的宝库。这里的煤炭资源品质上乘，储量丰富，为我国能源事业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探明的天然气储量也十分可观，近年来产量持续稳定增长，成为我国能源产业的重要支柱。四川盆地以其丰富的天然气资源闻名遐迩，是我国天然气产区和储备基地的重要一环。该地区的普光气田以其高含硫化氢的特点独树一帜，成为我国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基地。松辽盆地同样是我国石油和天然气的重要储备基地，这里的石油资源品质上乘，储量可观。随着勘探技术的不断进步，该地区天然气资源的发现也为我国能源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3. 华东地区新进展2个油田。我国虽为贫油国，但在页岩油气勘探领域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近期，华东地区再次发现2个大型油田，储量高达 1.8 亿吨。这一喜讯令国人振奋。据央广网报道，
中国石化于3月4号公布了一项重大发现，经过自然资源部的严格评审，其旗下的新兴油田和秦同油田被确认为陆相段县盆地页岩油油田的典型代表，新增探明地质储量十分可观。这一发现标志着我国东部地区新添了2个重要的页岩油田，对于我国页岩油资源的勘探开发具有深远意义。新兴油田和秦同油田分别位于渤海湾盆地的济阳傲县和苏北盆地，这2个地方的地质构造复杂，但页岩油发育分布特征却与北美海象沉积盆地存在着显著差异。华东地区的页岩油具有年代新、成熟度低、断裂复杂、矿物成分特殊以及高温高压等特性，这使得勘探开发难度达到了世界级水平。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这2个油田的页岩油却展现出了高产稳产的特性，其页岩地层压力高、可压性好，使得单井产量高、试采效果佳、稳产时间长，这无疑为我国原油的长期稳产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这一发现也为后续的页岩油评价技术规范的完善及储量评审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国在页岩油勘探开发领域尚无太多经验可循，因此这一发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接替力量，更推动了自主创新和技术突破的进程。尽管面临挑战，但我国在页岩油领域的探索步伐不会停止。我们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经验的积累，我国定能在页岩油勘探开发领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中央批复青海西宁城市定位再升级，共建兰州西宁城市群。中央对青海省省会西宁的发展进行了批复。兰西城市群作为国务院规划中的重点发展区域，其协同发展的大格局已逐步形成。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得到发展规划批复的青海省，位于我国西北地区的青海省，因为它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北方向，其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位于昆仑山的布喀达板峰是省内的最高点，其海拔约为6851米。青海省最东端与甘肃交界处的海东市民和县马场原乡，海拔为1644米，是省内的最低点。青海省地势总体西高东低，南北高，中部低，地貌类型以平原、山地为主，全省东西长约1200千米，南北宽度在800千米左右，总面积72.23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94万。青海省北部和东部同甘肃省相接，西北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邻，南部和西南部与西藏自治区毗邻，东南部与四川省接壤，是连接西藏、新疆与内地的枢纽。青海省的湖泊数量仅次于西藏自治区，位居全国第2位，其中有439个湖泊的面积在 0.5 平方公里以上。这439个湖泊的总面积可达 1.34 万平方公里，可占青海省总体面积的 1.85%。在我国全部湖泊中的面积也占 17.3%。另外，青海省内的青海湖不仅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泊之一，也是中国面积最大的高原内陆咸水湖，它对青海省的经济发展有着一定的带动作用。2024年，青海省地区生产总值 3950.8 亿元，比上年增长 2.7%。为了进一步带动省内各市的发展，中央批复的青海省规划中将西宁城市定位再升级。位于为青藏高原的东方门户的西宁市，位于青海省东部的西宁市分别与海东市、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接壤，总面积766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248.1万。作为青藏高原东方门户的西宁市，不仅是连接西藏、新疆、甘肃的核心通道，也是内地通往青藏高原的必经之地。在历史上曾是古丝绸之路和唐波古道的必经之地，自古就是西北交通要道和军事重地，素有西海索要、海藏咽喉之称。2024年，西宁市地区生产总值 1862.1 亿元，比上年增长 3.1%。目前，西宁市已被国务院批复为西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与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因为城市内拥有铁路、公路与航空这些立体化的交通网络，也被国务院确定为内陆开放城市。
在此交汇的国家级干线有连接北京与西藏拉萨的京藏高速，还有将兰州与西宁连接的兰西高速等，不仅形成了可以覆盖全省的公路网，而且农村公路的覆盖率已可达100%。距西宁市中心28千米的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不仅是一座建在高原上的4亿级民用国际机场，还是青藏高原重要交通枢纽和青海省主要对外口岸，有直航航班可达日本、韩国等国家。2023年，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共完成旅客吞吐量702.23万人次，这座机场历史最高为722.65万人次。将连接西宁市与兰州市的高铁纳入重点规划。这条铁路建成后，甘肃省和青海省的通勤时间可以压缩到1个小时左右，可以推动兰西城市群的建设与发展。另外，还有一条铁路也被纳入到了重点规划，那就是连接西宁市与拉萨市的青藏铁路。规划将这条铁路进行扩能改造，完成后，客运列车的时速将提升至160，每年还将有3000万吨的货运量。3. 兰州西宁城市群。兰西城市群是指以甘肃省省会兰州市、青海省省会西宁市为中心，主要包括甘肃省定西市和青海省海东市、海北藏族自治州等22个地州市的经济地带，是中国西部重要的跨省区城市群，总面积 9.75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193万。甘肃省的省会城市兰州市不仅是兰西城市群的中心城市，还是国务院批复确定为西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另外，兰州市也被确定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因为通往河西走廊的交通要道陇海铁路、兰新铁路在这里打通。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3487.3亿元，比上年增长 4.4%。兰西城市群还有2座区域中心城市，分别为白银市与海东市。白银市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中央就重点建设的一个城市。海东作为一个有 133.8 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实现 GDP 超过 580.13 亿元。海东也属于一个交通枢纽城市，兰新高铁、青藏铁路等国家干线铁路在此交汇。中央批复山西高铁建设，5条高铁纳入国家规划，多城迎来新发展。山西省作为我国的能源大省，其地理位置处于群山环抱之中。湖北省的京津高铁通车后，成为全国第10个市市通高铁的大省，而中部地区的6个省份中，也只剩山西省还未达到市市通高铁。但近年来，它在交通上努力寻求改变，目前又有5条高铁纳入国家规划，至此山西也将达到市市通高铁的程度。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雄安新区新州高铁。雄新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条从河北雄安新区通往山西忻州的高速铁路，全线长度在342千米左右，其中在山西境内的长度达114.9千米，设计的速度在350千米每小时。预计会在2027年建成通车，建成通车后，太原市到北京约2小时就可抵达。忻州市位于山西省中北部，境内山岳纵横，地貌多样，主要有山地、丘陵与盆地，其总面积约 2.5 万平方公里，约有 263.47 万的常住人口。该市的农业产业多样化，包括了杂粮、果蔬、中药草和畜牧业，其中最具有资源优势的特色产业就是杂粮。另外，在工业上还有7大支柱行业，包括了煤炭、冶金、电力、焦炭、化工、装备与建材。2024年的生产总值 1343.4 亿元，相较于2023年的 1443.6 亿元下降了 2.2%。雄新高铁开通后，山西省将北通蒙古，南接长三角，东承京津冀，形成辐射全国铁路的快速客运新通道。不仅会方便沿线的人民出行，还将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服务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它还是山西省第1条设计速度在350千米每小时的高铁。2. 吉宁、大同、原平高铁。吉大原是一条从吉宁经大同至原平的高铁，连接了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和山西省的忻州市。
这条铁路的全长大约309千米，设计的时速为250千米每小时。这条高铁项目的投资在339亿元左右。2021年11月全线开工建设，2024年12月31号已开通经营。至此，使山西实现了高铁的南北互通，全面打通京津冀、关中与蒙中地区的大通道。大同是我国的煤都，城市内有632平方公里的面积都含煤，目前已探明储量达到了376亿吨。作为我国9大古都之一的城市，城市内拥有众多古迹，包括云冈石窟和大同古城等，使其成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旅游城市。大同市与晋、冀、蒙3省区交界，遏制了晋、冀、蒙的咽喉要道，有着北方锁钥的称号。全市总面积 1.42 万平方公里，有310万的常住人口。2024年的生产总值完成 1802.5 亿元。吉大原高铁通车后，从呼和浩特至大同的高铁动车最快运行时间从原先的 2.6 小时缩短至 1.2 小时，从太原至大同的时间将从 1.8 小时缩短至 1.3 小时，人员往来将会更加便捷。吉大原高速铁路起自乌兰察布站，经山西省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接入原平西站。山西省朔州市也彻底结束了没有高铁的历史。3. 太原绥德高铁。太绥高铁与上述2条铁路有所不同，目前它正处于规划阶段，是一条连接山西省太原市与陕西省绥德县的高速铁路。这条高铁的总投资可达310亿元，全线长度在296千米左右，其中在山西省境内的长度为 240.98 千米，设计的速度在350千米每小时。太原市地处大陆内部，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不仅昼夜温差大，其降雨量不仅少且较为集中。另外，市内的地势北高南低，全市总面积698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43.5万。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5418.87亿元。目前太绥高铁已经正式获得了国家铁路局的批复，正式建成通车后，山西省的吕梁市也会结束没有高铁的局面，而且吕梁至北京的车程将会从5个小时缩短到 2.5 小时。另外也将有效激活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动能，可辐射带动吕梁等附近区域融入京津冀经济圈。4. 长治邯郸聊城高铁。长邯辽高铁连通了山西、河北和山东这3个省份。这条铁路全长约299千米，其中山西境内54公里，河北境内188公里，山东境内57公里。这个项目的总投资约503亿元，设计的时速为350千米每小时。处于晋、冀、豫3省的交界处，它前往太原的公路里程达229千米，距离我国首都北京有623千米，其面积1395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12.66万。长邯辽高铁的规划建设对于晋东南、冀南与胶东半岛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强化，不仅有利于强化地区之间的深度合作，更提升了邯郸与长治的省域中心和副中心城市的地位，发挥了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5. 韩城、河津、侯马、晋城高铁。韩侯晋城高铁将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侯马与晋城连通起来。这条铁路目前正在规划论证阶段。晋城市位于太行山的南麓，全市被群山环绕，只有中部区域的地势相对平坦，是山西省东南部的门户城市，其面积约9490平方公里，拥有217.18万的常住人口。202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为2409.8亿元。韩侯晋城高铁建成后，将强化晋南与关中平原地区的互联互通。中央批复四川规划，打造7大重要交通枢纽，多座城市被委以重任。中央正式对四川的发展规划进行批复，要在省内着重打造7大交通枢纽，未来将有多座城市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那么你知道这7大枢纽城市分别是谁吗？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四川省的战略地位。四川省地处我国西南部，简称川或者属，其位置位于长江的上游，它以令人惊叹的 48.6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稳居中国面积排名之第5位。紧随新疆、西藏、内蒙古和青海之后，地域的辽阔使得四川在东南西北4个方向上都拥有惊人的跨度，
尤其是东西方向，跨度长达1061公里以上。从南到北的距离虽然稍短，但也达到了916公里。四川的边界曲折蜿蜒，与众多省份为邻，包括东面的贵州和重庆，北面的青海、甘肃和陕西，西面的西藏以及南面的云南。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四川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云贵高原、秦巴山地以及四川盆地等地貌单元中独树一帜。虽然地势复杂，却也赋予了它沟通西南与西北、辐射东南亚的区位优势。为了进一步发挥其交通枢纽的潜力，四川已在中央批复的规划中明确提出，计划在2035年之前建成4向8廊的战略性综合交通走廊，构建以一主四辅为核心的新型交通枢纽体系。这样的规划不仅继承了四川的地域优势，更预示着其未来在区域交通中的关键地位。通过精心布局交通枢纽，四川省的经济将迎来巨大的飞跃。随着2035年综合交通网络的全面铺开，覆盖45万公里的交通体系将彻底改变四川的地形束缚，让昔日蜀道难行变为蜀道通途。如今，从繁华的成都到直辖市重庆，仅需要1个小时便可到达。而四川内部，从省会成都到各地级市，也仅需2小时的畅行无阻。地市级与县级之间的联系也仅需要3个小时即可抵达。这样的交通网络不仅加强了四川各地的紧密联系，更通过点带面的效应，推动四川各地